大家好，我是迅哥。为什么今天的夏威夷相比太平洋其他地区更擅长娱乐？其实这与前面提到的 Makahiki 青年假期有着很大的关系。虽说在这期间禁止了战争，岛民们可以尽情的享受生活，但是该如何度过这4个月漫长的狂欢呢？每天吃吃喝喝也不是个办法。终于他们发明了一系列游戏，全民娱乐的同时，还可以在比赛中继续锻炼战士们的能力。本集我们就来聊聊这些传统的竞技项目，以及名扬四海的草裙舞。首先，我们来感受一下13个闯关游戏吧。第一关精准度游戏乌鲁玛伊卡，即将一个圆盘形的石头滚出，并穿过10几米外2个木桩之间的狭窄距离。需要增加难度时，还可以换成一个只允许在地上滑行的锥形飞镖，能穿过更远距离者胜。第二关策略游戏 Konana，找来白色珊瑚和黑色熔岩作为棋子，交替填充。规则与今天的跳棋类似，无法跳跃对手棋子者败。第三关平衡力游戏哈卡莫啊，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单脚斗鸡，摔倒或出圈者败。第四关团队游戏 Hooky Hooky， 也就是拔河比赛，绳子上的标记越过己方边界者胜。第五关投掷游戏 Oaha， 使用手里的几只长矛投中不远处的香蕉树，命中最多者胜。第6关观察游戏 Noah， 对方将一块石子藏在树皮部下，然后根据他的身体举止和面部表情，分析出藏匿石头的位置，找不到线索者败。第7关耐力游戏 Kukini， 即在某段距离内先跑到终点者胜。有款耐克的跑鞋型号用的就是这个名字。此时游戏开始变得越来越刺激，所以贵族和老百姓们也会纷纷向自己看好的选手投注，赌注可能是一头猪或者一只鸡，甚至是自己的骨头，也就是生命。第8关技巧游戏帕乌玛，像是一场站立式掰手腕结合摔跤的比赛，摔倒或出圈者败。第9关格斗游戏 Moko Moko， 据说是一种不允许闪躲的拳击比赛，击倒对手者胜。第10关水上游戏海纳鲁，没错，今天的冲浪运动正是起源于此。早在库克登陆时就惊讶于这种运动，后来传教士的到来也只是反对裸体冲浪，自己却爱上了这个项目。最后3关也是最危险的。第11关速度游戏 Holua， 又叫做熔岩滑梯，用一种貌似梯子的滑板从陡峭的火山碎石坡上滑下，滑动距离远者胜。第12关胆量游戏 Levekawa， 一种悬崖跳水，空中姿势优美，入水水花小者胜。第13关终极游戏酷抓毛，这是最危险也最考验综合能力的项目。源于一场战役中，6名敌人同时向卡美哈梅哈投掷长矛，结果国王抓住2只，再闪过2只，并且击落了另外2只。现在看谁能搞定最多的长矛，就可以获得冠军了。而且为了鼓舞自己的子民，最后这3项危险游戏都会由酋长们身先士卒的示范。终于有人通过了重重关卡，最强战士脱颖而出。岛民们相信每一项运动背后都有一个相应的神在主持比赛，获胜的人一定是因为某种可怕的力量在围绕着他，所以这些年度冠军们纷纷投身到部落的特殊岗位或者士兵的培训中去。比如前面跑步游戏获胜的选手就被酋长招募为传话的使者。看得出来，这些游戏几乎没有一场是靠运气的，必须身心强大才能够出类拔萃，就算没有获胜，还可以回去勤加练习，来年再战。这不禁让我想到了一个节目，日本极限体能王。可惜上集提到西方殖民者到达后，夏威夷人数急剧下降，平常不得不在种植园里工作，周末还要上教堂去，很难继续遵循他们的传统，更加不会再有4个月的新年假期了。今天也只能象征性的纪念一下曾经那段无忧无虑世外桃源般的生活。